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一座皇家图书馆的诞生与毁灭。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如果要寻找一个将文化的崇尚推向极致，却又在瞬间遭遇文明毁灭性打击的时刻，莫过于宋朝。那是一个以书籍构建起的辉煌帝国，它的崛起伴随着一座座皇家藏书楼的拔地而起，它的陨落则伴随着无数典籍在战火与泥泞中的哀鸣。这是一部关于书的史诗，是一座皇家图书馆从诞生到毁灭，再到余烬重燃的悲壮历程。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虽然这位开国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但他敏锐地意识到五代十国以来五服乱政、斯文扫地的局面必须终结。为了长治久安，必须严武修文。这种国家大战略的转型，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对图书典籍的疯狂搜求与整理。在宋朝建立之初，崇文院的设立标志着一个文明重建工程的开始。崇文院顾名思义是崇尚斯文之所，它不仅是管理图书的机构，更是大宋帝国的文化心脏。崇文院内设有3馆，分别是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合称3馆。而在3馆之上，又特设秘阁，用来珍藏最珍贵的善本、书画与墨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3馆秘阁。对于宋人而言，这里不仅仅是存放书本的仓库，它是天下的智慧总集，世士大夫精神的圣殿。宋初的几位皇帝，尤其是宋太宗赵光义，对书籍的痴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太宗曾言：“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他下令在全天下搜访遗书，凡是献书的百姓，不仅给予金帛赏赐，甚至授以官职。这种千金买书的政策，让散落在民间的珍稀孤本源源不断地汇入开封的皇家府库。正是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下，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类书编纂工程启动了。这是一个属于百科全书的黄金时代，其中最能代表宋初文化气象的，莫过于《太平御览》与《册府元规》的修撰。《太平御览》的编纂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旨在抢救5代战乱中幸存的知识碎片。为了修这部书，朝廷集结了李昉等当时最顶尖的学者，查阅了古今图书1690余种。这部长达1000卷的巨著，包罗万象，从天文地理到人事器物，无所不包。据说书成之后，宋太宗每日坚持阅读3卷，如果因政务繁忙错过了，次日必定补上。皇帝的勤学为整个帝国树立了文化的标杆。如果说《太平御览》是为了博文强志，那么《册府元规》的编纂则带有更强烈的政治抱负。真宗时期，为了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作为君主施政的参考，朝廷再次在此集结重兵，由权相王钦若领衔，修撰这部以历代君臣事迹为主的巨著。《册府元规》同样长达1000卷，其体例之严谨，校勘之精神远超前代。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宋真宗特许编修官们在皇家秘阁中查阅那些平日里秘不示人的珍本。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在幽深的崇文院中，巨大的书案排开，数十位身着儒服的学者在摇曳的烛光下，小心翼翼地翻阅着泛黄的竹简与纸卷，笔尖在宣纸上沙沙作响，空气中弥漫着沉默与云草的香气。他们编织的不仅仅是书籍，而是大宋王朝对秩序与文明的渴望。随着时间的推移，3馆秘阁的藏书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到了北宋中后期，为了容纳这些浩瀚的典籍，朝廷不得不屡次扩建馆舍。那时的开封不仅是政治经济的中心，更是东亚文明的灯塔。皇家图书馆不仅藏书，还兼具了博物馆的功能。除了书籍，商周的青铜鼎仪、秦汉的碑刻拓片、魏晋的法书名画皆汇聚于此。尤其是到了宋徽宗赵佶在位时期，这种文化的精致化倾向达到了顶峰。宋徽宗这位在政治上昏庸，但在艺术上极具天赋的皇帝，将皇家收藏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修建了宣和殿、保和殿等新的宫殿来存放珍宝，并主持编纂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和《宣和博古图》。
在那个时期，皇家图书馆不再仅仅是学者好手穷经的场所，更变成了一座充满了审美情趣的艺术宫殿。徽宗甚至亲自教导画院的学生在御花园中对着奇花异石写生。那时的汴京仿佛沉浸在一场永不醒来的文化长梦之中，人们相信文章与艺术足以让帝国永垂不朽。然而，历史的法则往往残酷地令人窒息。文明的积累需要数百年如一日的小心呵护，而毁灭它只需要一场战火，甚至一把火。靖康元年，即公元1126年，来自北方的女真铁骑踏碎了汴京的繁华梦。金兵围城，曾经固若金汤的都城在内外交困中摇摇欲坠。靖康之变不仅是政治上的奇耻大辱，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对于皇家图书馆而言，这是一场灭顶之灾。当金军攻破汴京城门时，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金银财宝和皇室女子，他们同样对宋朝的文化遗产表现出了惊人的掠夺欲。或者说，在征服者的眼中，掠夺一个文明的典籍是彻底征服这个民族精神的必要手段。金人所要的清单中明确列出了图书、经籍、印版、地图。那个寒冷的冬天，崇文院、秘书省、宣和殿的大门被粗暴地撞开，那些曾被历代皇帝和学者视若珍宝的孤本善本被野蛮地从书架上扯下。珍贵的册府圆规、雕版因为木质优良，甚至被当作柴火或者修补马槽的材料。数以万计的卷轴被胡乱地塞进牛车和驼背上的行囊，更多带不走的则被遗弃在泥泞的雪地里，任由战马践踏。据史料记载，金人将掠夺来的图书图籍分批运往北方，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化浩劫。许多存世仅一本的孤本在此次劫难中永远消失。那座承载了北宋160余年文治辉煌的皇家图书馆，在烈火与抢掠中化为乌有。曾经书声朗朗的密阁，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和满地的纸灰。然而，文明的韧性在于，它不仅仅存在于皇家的府库中，更存在于读书人的血液里。当汴京陷落，皇室北狩，宋朝的残余势力开始向南逃亡，一场悲壮的典籍南渡开始了。这不仅仅是政权的转移，更是一次文化的流亡。在南渡的人群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他们的遭遇是整个时代文化劫难的缩影。赵明诚与李清照一生酷爱金石书画，家中收藏之富饥可敌国。在靖康之乱前夕，他们已经预感到了危机的来临。赵明诚身为地方官，需要坚守职责，而李清照则承担起了转移家中藏书文物的重任。想象一下那个弱女子面对家中堆积如山的15车书籍器物，那是他们夫妇半生的心血，是他们精神的寄托。兵荒马乱之际，车马难求，人命如草芥，想要保全这些身外之物，谈何容易？李清照不得不做出痛苦的抉择，舍弃粗重的家具衣物，只带最珍贵的书画金石。他在《金石录后序》中含泪写道，看着那些不得不遗弃的珍宝，所知而日夜痛心。南渡之路危机四伏，不仅有金兵的追击，还有溃兵和盗匪的觊觎。李清照护送着这批文物沿着长江一路漂泊。在青州，他们的故宅被乱兵焚毁，10余间屋子的藏书化为灰烬。在渡江途中又遭遇风浪和兵变，每一次颠沛流离，行囊就会轻减几分。那些曾经在汴京静谧书房中细细把玩的宋版书、唐人写经、汉代铜器，就这样一件件散落在逃难的路上，或沉入江底，或落入俗人之手。到了最后，这批富可敌国的收藏竟如风中飞絮，失去其久。赵明诚病逝后，李清照孤身一人，守着残存的几卷书画，在江南的冷雨中，独自在此后半生里回忆那个文明的黄金时代。李清照是个体命运的极致书写，而南宋朝廷的图书重建则是国家层面的挣扎与努力。赵构在临安建立南宋政权后，虽然偏安一隅，但重建皇家图书馆的愿望从未熄灭。这不仅是为了恢复旧制，更是为了证明南宋政权的正统性，拥有历史解释权和文化传承权的才是华夏正统。
绍兴年间，宋高宗下诏向天下访求遗书，此时的皇家秘阁空空如也，朝廷不得不出高价收购散落在民间的藏书，并规定凡是献书达到一定数量者可以补官。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书荒。同时，南宋政府开始依据残存的底本重新校勘、刻印北宋四部书等典籍。但是，那个三馆秘阁的盛景终究是回不去了。许多在靖康之变中遗失的孤本再也没有出现过。比如《册府元龟》，虽然南宋进行了重刻，但因为底本的残缺，导致后来流传的版本中存在诸多错讹，直到数百年后，人们才通过海外回流的版本和敦煌遗书的发现，得以窥见其部分原貌。在临安的西湖边，南宋虽然重建了秘书省，亭台楼阁依旧雅致，藏书也逐渐丰富，但经历过汴京旧梦的老臣们都知道，这其中少了一种气象，那是北宋开国之初太祖太宗那种吞吐宇宙、包举宇内的文化自信。南宋的图书馆更像是一个受过重创的流亡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祖先的遗物，生怕再有闪失。从开封到临安，从崇文院的巍峨高楼到江南烟雨中的秘书省，这座皇家图书馆的变迁就是宋代国运的晴雨表。它诞生于对武力乱政的反思，极盛于对文明秩序的自信，毁灭于野蛮力量的冲击，最后重生于对文化根脉的坚守。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令人动容的不仅是那些珍贵的书籍本身，而是宋人对待书籍的态度。在《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的字里行间，凝结的是无数士大夫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在靖康南渡的凄风苦雨中，像李清照这样的文人，宁可舍弃金银细软，也要守护几卷残书。这种近乎痴绝的执念，正是中华文明虽历经劫难而不断的秘密所在。那一本被战火熏黑、被江水浸泡过的典籍，就像是一艘艘承载着文明基因的方舟，穿越了历史的惊涛骇浪。他们见证了汴京的繁华，也见证了靖康的耻辱，见证了皇家的威仪，也见证了流亡的酸楚。今天的我们，或许只能在博物馆的玻璃柜中看到宋版书那疏朗悦目的字体，看到纸张上岁月的斑驳。但如果我们仔细倾听，或许还能从那些纸页间听到1000年前崇文院里的翻书声，听到汴京城破时的哭喊声，以及那一声声在江南水乡中为了延续文脉而发出的沉重叹息。这是一座皇家图书馆的生死轮回，也是中华文明在烈火中涅槃的真实写照。书在，斯文在，斯文在，则中国在。这大概就是宋人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limmers。 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